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上一期我们讲了不用厨师机如何手揉面包面团，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手揉奶酥小餐包。我们还是使用中种法制作，提前1天制作中种面团，将水用微波炉加热15秒到温热的状态，但不要超过40度，以免把酵母烫死。加入酵母化开，然后倒入到高筋面粉中，搅拌成絮状之后，用手揉成团。面团不要和得太硬，以免之后与其他材料手动混合的时候不好融合。面团表面不光滑也没有关系，盖好在室温下醒发1小时左右，直到2倍大，然后转移到冰箱冷藏发酵1晚。这是我们冷藏好的中种面团，在冰箱里发酵的中种面团不会像室温下发酵长得那么大，这是很正常的。手揉面的话不需要恢复室温，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可以使用。下面来制作煮面团。面粉中加入糖、盐、奶粉，搅拌均匀。奶粉没有不加也行。加入打散的鸡蛋液、冰牛奶，搅拌一下，然后将中种面团撕成小块加入。撕成小块可以更方便的与其他材料融合，然后用手简单揉成团。这个时候面团是超级粘手的。这个时候不要加粉，我们把它转移到揉面垫上，继续来揉面。将面团用这样搓洗的方式把它揉成团，最开始会非常黏，可以用刮刀辅助一下。关于手揉面更详细的步骤，请参考手揉面的那个专题视频。我一共搓了大概7分钟，抻开检查一下，面团已经能形成比较厚的膜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加入软化好的无盐黄油，将黄油包在中间，继续用揉搓的方式搓到黄油全部被吸收，大概3分钟左右。黄油全部被吸收之后，继续重复揉搓的动作，大约5分钟，直到能抻出能透光的膜。这个时候破洞的边缘已经比较光滑了，但还有微微的锯齿状。如果做小餐包的话，我们揉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。将面团整理一下，放在室温下静置30分钟。因为加入了中种面团的关系，面团不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发酵。面团发酵期间，我们来制作奶酥馅儿。将黄油软化到能轻易按出一个坑的程度。如果你没有时间软化，也可以用微波炉5秒钟5秒钟的加热。黄油软化不足，后面可能会造成水油分离，所以一定要软化到位。用打蛋器搅打至顺滑，然后加入糖和盐。糖我不建议你减量，我试过了，会有点发酸。用打蛋器搅打至黄油颜色变浅，像羽毛的感觉。然后分3次加入鸡蛋液。每次等前一次鸡蛋液搅打至吸收之后，再加入下一次，以免造成水油分离。搅打好的奶油霜质地是均匀的。最后加入奶粉，用刮刀搅拌均匀，再加入葡萄干或者是蔓越莓干拌匀。现在的馅儿很软，我们把它放到冰箱冷藏一会儿，让它定型，后面更好操作。醒好的面团体积大概长了1倍，在案板上撒少许面粉，把面团转移到案板上。然后用手按压排气，去除里面的大气泡，这样可以让面包最后的组织是均匀细腻的。然后把面团平均分成9份，你也可以分成16份，做成更小的餐包。将每个剂子像这样向中间折一折，然后翻过来，利用与案板的摩擦力在手心搓圆，这样你的表面是比较光滑的，不光滑的都收到底部去了。接着用保鲜膜盖好，中间发酵15分钟。让面团松弛一下，方便后面的整形。这期间，我们把刚才的奶酥馅儿从冰箱里拿出来，平均分成9份或16份，把每份搓圆。烤模我用了23×23厘米的方烤盘，里面垫了烘焙纸，方便脱模。你可以用8寸的圆模，摆的会更密集一点，但也不要忘记垫纸。取一个醒好的面团，把光面朝下放，这样包好的面包光面还是朝外的。擀成比馅料大1圈的圆形，然后包入馅料。包好之后，用手搓几下，稍微整圆，摆入模具中。把整形好的面包放到温暖湿润的地方进行最后发酵，可以放到烤箱里，里面放1碗刚烧开的水，然后把烤箱灯打开，增加温度。因为烤箱需要提前预热，我的烤箱大，每次预热需要30分钟，所以我在面包长到1.5倍大时把它拿了出来，将烤箱预热至170摄氏度。烤箱预热没有固定的时间，重点是要预热到指定的温度才能开始烤。当面包长到原来的2倍大，用手按一下，凹陷处能慢慢回弹，就是发好了。
在上面筛上一层面粉作为装饰，高中低粉都可以。把面包拿到预热好的烤箱中层烤17分钟。如果你是分成16个小餐包，因为面包比较小，烤15分钟就可以了。但是如果你把面包摆得比较密集，可以在原来的时长基础上多烤2-3分钟，确保中间的面包也能烤熟。面包终于烤好了，我们把它转移到烤架上晾凉。我们掰开一个看一下，虽然是手揉的，但是你看这拉丝的效果，一点也不比厨师机差。其实揉面用的时间也差不多，而且因为我们用的面团比较软，做的面包就像云朵一般柔软。中间的奶酥馅儿也很香甜，奶味很浓郁。如果你懒得做奶酥馅儿的话，也可以换成果酱、豆沙呀等等自己喜欢的馅料，或者不放馅儿做成原味的小餐包，都是很好吃的。这是分成16个，里面夹红豆馅儿的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帮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。B 站的朋友请不要忘记一键3连，我是一小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